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。这一个第100支影片呢，我要带来的是 JN Custom 的 D Plus 这个机壳。那在外观上，你可能会觉得它就跟 T1 长得差不多。基础版的时候，电源线会一条直接垂在外面，稍微做个挡板也没有。摒除这些缺陷呢，其实它的本体跟 T1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它可以从1槽直接 shift 到3.5槽，这个范围是多很多的。那今天的这个单槽模式呢，它甚至可以装到92mm的下吹，SL100换个薄扇就可以进去了。那如果你的单槽卡也是绘图啊，剪个片这样子，那这种配置呢，就可以让 CPU 的散热跟噪音表现得到很大的释放。接下来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组装。首先打开包装，你会发现这个是扁平化的设计，所有零件都拆开来了，还附上手套增加仪式感。很显然设计者很清楚，没有经验的人应该是不会去买它的。它的零件密密麻麻的摆放，如果你不拍照的话，之后你一定会想不起来要放回哪边才好。所以如果你有打算售出的话，请记得务必留存一下。但它的第一层是外观件，第二层是结构件，第三层是 Mesh 侧板，第四层是线材啊、说明书与工具。它附上的这一个螺丝是没有磁力的，所以我最后还是用自己的螺丝去锁。刚刚可以讲到从1槽显卡到3.5槽，所以你看到它的显卡固定件就放了3种。它整个后面板其实是可以拆成这么多个 CNC 的铝件，你就知道它的整体是有多复杂。基本上你看完说明书之后，编组可能还要再想一下，那你没看是绝对组不起来的。它的框架也是拆成各个的铝件，那这个在传统机壳可能中板一个钣金件就可以解决了。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你看到它各种孔洞的错位变化，可以知道这个机壳它就是强调变化性这件事情。安装完主机板的螺丝柱之后，接着是电源支架。你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像我这样子用铜柱垫高，那这样中间的空间可以给更多的硬碟使用。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，在10升内的 A4 机壳装这么大的 CPU 散热是有点不符合比例，但看起来又好像又有点兴奋的事情。延长线呢，我是用18公分，有点不够。那绕过去的话，大概建议195mm，大概20公分左右这样子。装上单槽卡之后，你可以从后面看到，这跟平常的 A4 机壳是有着不一样的比例的。它的前 I/O 只有一个 USB Type C 啊，不得不说它这个螺丝真的是很小，你不常组壳的话，真的是不要乱买这个壳。底座透过散热孔锁过去之后，顶部风扇装上去就大功告成了。装机后，你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显卡跟线材，所以你不要跟我一样用镀银线，这样不好看。实际在 CPU 烧机的时候，噪音不到40分贝。那在10900可以烧下去之后，100度的情况下，还可以供给到超过200瓦的功耗。那这个在10升内的气能表现绝对是无敌一般的存在啊！不然你要去用那种47mm的散热吗？不过它也是单槽才可以这样子玩。如果以一个槽位20.3mm计算，2槽你只能用 S67 或 L12 这种，3槽你就是还是换回去 X47，基本上它还是 A4 机壳那个老样子，毕竟它就是这么大嘛。除非你跟我一样想要玩玩看单槽这样子，那我就觉得就很值得一试。反正气能的压制性跟噪音的帮助，对我来说就是尝试这种机壳的一大动因。毕竟我已经买了这张绘图卡了嘛，所以给大家带来各种装机的可能性，也是我当初拍影片的动力之一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